F-35遇袭，这是中东战局最大的意外。2026年3月19日，在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夜空之中，发生了一起足以载入世界军事史册的大事件。一架隶属于美国空军的 F-35，在执行史诗狂怒行动时，被伊朗的防空火力咬了一口，导致战机受损。这架 F-35在遭遇袭击后，拖着残躯逃出了杀机四伏的战场，最终在美国盟友基地奇迹般地完成了紧急迫降，飞行员也安全无恙。这是 F-35自服役以来第一次在实战中被敌方防空火力给命中。火力军很好奇，伊朗这是如何做到的？到底是谁袭击的 F-35？这事儿刚爆出来的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外放出豪言，宣称他们直接把这架五代机给当场击落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路实锤证据开始浮出水面，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正式确认公告。CNN 战地记者的实地跟进报道，甚至还包括伊朗自己后续放出来的红外监视视频，所有的线索都在告诉我们，这架 F-35只是受伤。不过即使如此，也是一件大事，能击伤五代机，伊朗凭什么那么猛？是谁击伤了 F-35？目前的说法很多，呼声最高的一位选手名叫梅尔萨德16，这是一款伊朗在2018年正式推出的陆地机动型短程防空导弹。在此之前，伊朗陆军的空降部队指挥官就公开吹牛，相比于老款的前辈们，梅尔萨德16在射程和威力方面有了脱胎换骨的进步。不过，也有内行消息称，核心主力并不是梅尔萨德16，而是伊朗国产的马基德近程防空系统，还搞了一次体系作战，凭借被动红外传感器袭击 F-35。火力军必须要承认 ，F-35的雷达隐身水平确实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其机身外形和锡箔涂层经过了极度复杂的计算。在常规的无线电频率波段，特别是针对 X 波段和 C 波段的火控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积被压缩到了极小的程度，常规雷达很难在有效距离内对其进行锁定。但是根据热力学斯特潘波尔兹曼定律，一个物体发射的红外辐射功率与其自身绝对温度的4次方成正比，这意味着温度的微小上升都会导致红外辐射量的指数级增加。F-35作为一架超音速战机，在飞行过程中，机身蒙皮与空气高速摩擦，会产生显著的空气动力学加热现象。F-135大推力涡扇发动机虽然采用了 S 型进气道来遮蔽氩气机叶片，并在尾喷口进行了红外特征抑制处理，但其喷出的高温尾气依然携带着巨大的热能。这些能量在成像红外传感器眼中，绝对属于显著的信号源。火力军猜测，伊朗正是利用了这一物理特性，放弃了传统的雷达引导模式，采取了非对称的技术路径。这套拦截战术在战术逻辑上非常类似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击落美军 F-117A。当年南联盟防空部队就是利用长波雷达发现目标大致方位，摸清其固定航线后，将其引入 SA-3导弹的伏击圈。到了2026年，伊朗运用了更现代化的协同侦测体系，整个伏击过程可以拆解为3个严密的步骤。第一步，远程预警与大范围感知。伊朗首先利用从俄罗斯引进的米波雷达系统或国产的加德尔，在数百公里外感知 F-35的大致方位。虽然米波雷达无法提供用于导弹引导的精确火控数据，但它足以提供早期的战略预警，为地面的光电搜索系统指明目标的来袭方向。第二步，绝对静默与接地跟踪。当 F-35A 进入预定空域后，伊朗地面防空阵地的传统雷达保持静默，不发射任何信号，目标跟踪任务交给了分布式部署的光电桅杆和红外探测设备。由于没有雷达波的照射， F-35的电子战系统没有发出警报，这使得美军飞行员认为自身仍处于隐蔽状态，继续沿着既定航线飞行。第三步，精确锁定与多点齐射。当目标进入马基德的最佳拦截距离时，处于隐蔽状态的防空阵地迅速启动，多枚具备红外成像识别能力的导弹在近距离同时发射。在短兵相接的距离内，即便 F-35拥有优秀的机动性以及先进的电子干扰系统，也很难全身而退。至于 F-35为什么选择低空飞行，火力军估计这与整体的战场环境有关。在此前的军事冲突中，美以对伊朗实施了高强度的空中打击，大部分高价值的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已经被摧毁。美军可能评估认为，伊朗的中远程雷达防空网已经无法构成系统性威胁，有点看不起伊朗。这种战术选择恰好使其进入了伊朗短程红外防空系统的最佳杀伤区，为伊朗的伏击战术创造了条件。当然，以上只是猜测，具体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确定。不过另一方面， F-35在遭遇导弹袭击后仍然可以迫降，也实打实证明了它的生存能力。防空导弹打击战机通常分为2种方式，都能直接撞击和破片杀伤。从伊朗公布的现场画面来看，
拦截 F-35A 的导弹使用的是破片杀伤机制，大多数近程或便携式防空导弹，其弹头装药量通常在3至5公斤左右，弹头周围包裹着预制金属破片或连续杆杀伤单元。在拦截过程中，导弹并不需要直接撞击战机机身。当导弹飞入目标附近几米至10几米的范围内时，内部的激光引信或无线电近炸引信就会触发起爆，导弹弹头产生一个金属破片云，破片会以几马赫的速度覆盖目标区域。这种打击方式对精密航空器的破坏还是挺大的。首先是蒙皮与结构破坏，高速破片会击穿战机的机身蒙皮，破坏表面的隐身涂层，导致战机的雷达散射极面积急剧增加，使其在敌方雷达上完全暴露。高能破片进入机身内部后，可能会切断飞控系统的电缆，击穿液压油路，或者损坏雷达传感器及通信天线。最严重的威胁在于发动机吸入异物，如果爆点位于战机尾部或侧方，飞溅的金属破片极有可能被高速运转的进气道吸入。一旦破片打在每分钟上万转的压机机叶片上，极易导致叶片断裂，发动机起火，甚至凌空解体。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架遇袭的 F-35并未出现最严重的后果，而是成功迫降，机身结构保持了完整。这说明防空导弹的爆炸当量未能直接撕裂 F-35坚固的钛合金结构。当然，除了伊朗导弹问题， F-35本身的抗打击能力也很强。不过 F-35的飞机防御与 A-10不同， A-10的设计理念是为了在低空抵御地面防空火炮的直接射击，因此它在座舱外部配备了重达半吨的钛合金装甲，机身内部也采用了机械传动结构，这是一种典型的刚性防御。相比之下， F-35并没有沉重的装甲防护，它的生存哲学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系统韧性。首先是材料与结构韧性， F-35机身使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和特种钛合金，在设计定型阶段，其机身骨架采用了极高的损伤容限标准，即使机身蒙皮出现大面积破损或者部分气动翼面缺失，其剩余的内部结构依然能够承受高强度的飞行过载，保证机翼在规避动作中不会折断。在研发初期，工程团队使用了 FAST-GEN-V4 和 COVRT-V4 等系统，模拟各种防空导弹在近距离爆炸时破片切入机身的轨迹和毁伤效果。研发团队将全球现役的主流防空系统参数输入模拟器，进行了大量的抗毁伤测试。结果表明，即使在机身严重受损的情况下， F-35仍有较高的概率维持可控飞行，为飞行员返航或安全跳伞争取时间。其次是发动机的生存性设计， F-35A 搭载的 F-135是目前单发推力最强的战斗机引擎，在设计之初就充分考虑了吸入鸟类或金属破片的极端工况。在破片穿透测试中，即使部分涡轮或压气机叶片受损，控制系统也能自动评估受损情况，在降低推力、容忍一定震动的降级模式下继续运转。正是这台坚固的发动机为受损战机提供了飞离危险区域的关键动力。当然，机身坚固和发动机耐用只是基础，真正让 F-35能紧急迫降的核心原因在于其飞行控制系统技术。如果是一架采用传统飞控的四代机，在高速飞行中一侧的水平尾翼被导弹炸毁，飞机通常会瞬间因为气动力严重失衡而陷入不可控的翻滚状态。但 F-35采用了基于非线性动态逆的自适应控制律，机身上的各类传感器、角速率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以每秒上千次的频率实时监测飞机的空间姿态。当导弹破片导致机身尾部受损，某个舵面失去效能时，战机的飞行控制计算机能够在毫秒级别的时间内察觉到飞机的实际飞行姿态与飞行员给出的操纵指令之间出现了严重偏差。面对受损缺失的气动面，系统会自动在后台进行复杂的矩阵结算，计算出利用剩余完好舵面补偿姿态的最优方案。如果左侧水平尾翼失效，导致升力和俯仰控制受损，系统会自动增加右侧尾翼的偏转角度，同时联动前缘襟翼，甚至通过细微调整发动机尾喷口来强行补偿丢失的气动力矩。这种软件算法弥补硬件物理缺失的技术，最大程度减轻了飞行员的负担。在座舱内，飞行员的操作手感仍基本保持正常，不需要通过极端的感斗操作去强行对抗气动不平衡。只是不管怎么说，最终的结局就是伊朗防空确确实实击上了 F-35。那么面对伊朗的防空系统的拦截，美军后续的战术行动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会不会削减攻势？从目前的军事部署分析，美军的战略目标不会因单架战机的受损而改变，其核心诉求依然是消除对手的导弹与防空能力。但在战术执行层面，美军必然会进行针对性的修正和升级，比如全面强化电子战支援。面对非对称的被动红外探测网络，美军或许会进一步加强伴随式电子压制。EA-18G 咆哮者等专业电子战飞机将成为打击编队的标准配置。通过携带新一代干扰吊舱和反辐射导弹，在打击编队进入前，对对方可能存在的所有探测设备实施大功率的压制和物理摧毁，压缩地面防空系统的反应窗口。
总的来说，2026年3月19日的事件为全世界的军事领域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实战案例。未来的天空不再属于单一的技术优势，而是属于能够更快重构、更具韧性、更善于协同的战斗体系。美国不会因为一架 F-35受损而放弃其全球空权，但其作战方式必将会变得更加谨慎和依赖于跨领域的协作。而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研究 F-35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将成为未来几十年防空与突防博弈的核心科目。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军在中东的战术会发生什么改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